继父带着继女上街买衣服，半路上下起了大暴雨。这位继父冯元宝一手拉着一个女儿，赶忙躲进了路边的一家招待所，在服务大厅里避雨。稳下心神之后，父女三人几乎是同时眼前一亮，对面站着一位身材魁伟的军官，真是仪表堂堂，不怒自威。哎呀，好神气啊！大女儿柳媛媛今年19岁，小女儿柳芳芳18岁，两个人都跟继父冯元宝撒娇：“爸，我要参军，当一名女军官。”哎，都是男人当兵，哪有女孩子当兵的？冯元宝乐呵呵的否定了两个女儿的想法。小女儿柳芳芳把小嘴一撅：“爸，你骗人！”大女儿柳媛媛几步走到了那位军官的面前，抬脸看着军官的眼睛：“同志，你们要女兵吗？”这位军官笑了：“哈哈，小姑娘，部队上很苦哦，即使想当兵的话，也得等到征兵的时候，各方面合格才行啊。”雨过天晴之后，冯元宝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家，媛媛和芳芳就告诉了妈妈今天避雨遇到军官的事情。妈，你跟爸爸说说，让他送我们去当女兵吧。冯元宝是一位很本分的干部，老党员，兢兢业业工作了许多年，很少为自家的事情托关系搞特殊。现在两个女儿想当兵，妻子叶丹红也是很支持。好吧，既然两个孩子都想参军，等过一阵子开始征兵的时候就都报名吧。不过能不能被部队领走，得看人家部队选不选你们了。几个月之后，征兵工作全面开始了，姐妹俩都报了名，可是报名的人多，名额很少，因此各方面要求的条件就比较高。经过几轮筛选，妹妹柳芳芳因为眼睛视力稍差，落选了。姐姐柳媛媛一路披荆斩棘，成功被选拔上了，准备入伍。妹妹柳芳芳羡慕姐姐，甚至是嫉妒，她悄悄地流下了不少的眼泪。眨眼之间，参军走的日子到了，准备去集合上车的时候，姐姐柳媛媛突然肚子疼，疼得很厉害。妈妈叶丹红赶忙带着大女儿去看病。等他们从医院回到家，柳媛媛就发现继父冯元宝和妹妹柳芳芳都不见了，自己的新军装和背包也不翼而飞。妈妈叶丹红这才告诉大女儿：“媛媛，刚才妈带你去看病走的时候，告诉你爸了，如果我们1个小时回不来，不能耽误了送兵的车，让他带着你妹妹替你去上车。”柳媛媛这么一听可气坏了，急得要死。再追过去，运新兵的车已经走远了。就这样，妹妹柳芳芳用姐姐柳媛媛的名字，穿着姐姐的新军装，代替柳媛媛参军入伍了。后来成为了一名部队卫生员。姐姐柳媛媛回到家，一连3天没吃饭，她恨妹妹，更恨父母。哼，这个家我是不待了。可是能去哪儿呢？自己一个待业青年，无处投奔呢。转念一想，柳媛媛想到了一个人。谁呀？追求了自己好长时间的继父冯元宝的上级领导的儿子郭战胜。因为郭战胜这个人不太稳重，所以柳媛媛一直没有答应他的求爱。现在柳媛媛一狠心，一咬牙，为了离开这个他仇恨的家，主动找到了郭战胜。郭战胜，你说喜欢我还算数吗？当然算数，怎么了？你不相信吗？郭战胜没明白柳媛媛什么意思。郭战胜，如果你真喜欢我的话，明天咱俩就结婚。郭战胜有点傻了，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，愣了几秒钟之后，
郭占胜高兴地蹦了起来，太好了，我有老婆了，我的老婆是柳媛媛。就这样，不顾父母反对，柳媛媛闪婚嫁给了自己不太喜欢的郭占胜，婚后就不回娘家了，也不理母亲和继父了。妹妹柳芳芳自从参军入伍之后，总是觉得对不住姐姐，经常写信回家向姐姐柳媛媛道歉。但是每次父母把信转给柳媛媛的时候，她总是看也不看。你们给她回信的时候，告诉她不要再用我的名字了，改回她自己的名字，我就这一个要求。柳媛媛并没有自暴自弃，参军不成，她要当警察。在丈夫郭占胜的支持之下，结婚第2年，柳媛媛便考上了警校。柳媛媛上警校不久，郭占胜就参军入伍了。入伍几个月之后，西南边陲爆发了战争，郭占胜所在的连队上了前线。虽然郭占胜是个新兵，可是他作战十分勇敢。在一次激烈冲锋的时候，郭占胜身负重伤，被抬到战地医院抢救。苏醒过来之后，郭占胜吃了一惊，发现妻子柳媛媛来到了他的身旁，也穿着军装。仔细一看才明白，竟然是妻子的妹妹柳芳芳。姐妹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郭占胜，你总算是醒了，以前认为你是个小痞子，没想到你这么勇敢。柳芳芳还不知道，姐姐已经嫁给了这位以前他们眼中的公子哥。因为姐姐柳媛媛不让父母把自己的情况向妹妹柳芳芳吐露一个字，现在柳芳芳眼中的郭占胜那就是一个大英雄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他也没有太矜持，找了一个屋里没别人的机会，便吐露了爱慕之情。郭占胜心头一震，不能不说实话了。芳芳，谢谢你的情谊，不过我现在必须告诉你，我早已经跟媛媛结婚了，是这么回事。他就把柳媛媛跟自己闪婚的情况如实全都说了。柳芳芳虽然很意外，也很失望，不过她很快调整好了情绪，对姐姐和姐夫郭占胜表示祝福，同时提出了一个要求。郭占胜，那你就是我的姐夫了，我想求你帮个忙，劝劝我姐，求她原谅我，顶替她参军。郭占胜点头答应了。伤好之后，正好部队换防，郭占胜就和柳芳芳同时回家探亲，分别在自己家待了几天之后，两个人一起到警校去看望柳媛媛。柳媛媛听说丈夫从前线回来了，来看望自己，她高高兴兴来到了会客室，一看郭占胜身边还跟着妹妹柳芳芳，当时脸就沉下来了。再一听郭占胜替柳芳芳说好话，她更生气了，心中产生了误会，莫非你们两个在前线一起打仗，产生了感情？准是这么回事，瞧你们俩说话多默契啊，看来是已经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行了，郭占胜，你别说了，既然你觉得柳芳芳这么好，你跟她过得了，咱们离婚。郭占胜让柳芳芳先回家，自己耐着性子，好不容易劝了老大半天，总算是柳媛媛不跟他离婚了。但是就是不原谅妹妹柳芳芳顶替他当兵这事儿。几年之后，郭占胜和柳芳芳先后转业，郭占胜进了政府部门工作，柳芳芳到了公安局。后来柳芳芳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缉毒警察，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不幸遇害了。现在郭占胜已经是在担任县委书记的职务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小姨妹柳芳芳牺牲之后，哭得最伤心的就是他的姐姐，自己的妻子柳媛媛。柳媛媛其实内心早已对当年的事情不计较了，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，说自己原谅了妹妹。
现在他也是一名老警察了。柳媛媛发誓要替妹妹报仇，他申请调到了缉毒队，并且从事最危险的卧底工作。2年之后，一举捣毁了杀害妹妹的那一个犯罪团伙。